为了证明人和丧尸也能造娃，我索性绑了只还算干净的女丧尸。只因灾难突然降临，几乎90%的人类都变异成了丧尸，我却阴差阳错激活了跟末日完全不搭边的恋爱攻略系统。也就在这个时候，一个长相极为出众的女丧尸毫无预兆出现在我眼前，这一下瞬间让我恍然大悟，恋爱系统好像也没规定物种吧？何况这么漂亮的女丧尸要是轻易放过，也太暴殄天物了。心里刚冒出这个念头，我立刻从口袋里掏出一根绳子，找准机会，用力一甩，准确无误地套住了那个女丧尸。她当场发出一声尖锐的嚎叫，可下一秒嘴里就被我硬塞了块抹布，嗅到近在咫尺的鲜活人类气息。这丧尸当场陷入疯狂，她那颗小脑袋拼命地想往我身上凑，我却激动地一把握住了她的手。就在这一瞬间，系统的提示音在我脑子里炸响。恭喜宿主完成牵手任务，攻略目标沈清无，身份女大学生，当前状态丧尸，好感度0，牵手奖励100公斤生肉，初吻奖励丧尸病毒疫苗，完全攻略奖励基因进化药剂。看到这些丰厚的奖励，我的呼吸瞬间变得急促起来。光是开局这100公斤肉就足够我舒舒服服吃上2年半，更别提后面那2个逆天的宝贝了。可眼下最棘手的问题是，到底该怎么提升沈清无的好感度？琢磨了片刻，我伸手扯掉了沈清无嘴里的抹布，他立刻冲着我疯狂嘶吼起来，满嘴尖牙咬得咔咔作响，听着都瘆人。我二话不说，直接从系统空间掏出一块生肉塞进他嘴里，嘶吼声立马消失，他随即开始疯狂地撕咬起那块肉。看到这副场景，我无奈地叹了口气，就这满口利牙，看来那个初吻奖励暂时是指望不上了。就在这时，隔壁的房门突然打开，一男一女从里面走了出来。那个女人开口就说：小哥哥，跟我老公都2天没吃饭了，你的食物多到都喂丧尸了，能不能也分我们一点啊？他们俩是一对刚结婚的小夫妻，男的叫沈良，女的叫林婉慈。这2人平时全靠点外卖过日子，家里压根没有存粮。前世的我就是信了他们的花言巧语，傻乎乎的把食物分给了他们，我还以为他们会感激我，结果他们趁我出门搜寻物资，把我房间洗劫一空，还从外面把门反锁了，任我怎么叫喊都不肯开门。像这种恩将仇报的白眼狼，我怎么可能再给他们食物？不过眼前这个林婉慈倒是可以利用一下。这个念头刚起，系统界面就浮现在眼前。姓名林婉慈，身份已婚人妻，好感度0，牵手奖励100公斤新鲜果蔬，初吻奖励120平米精装房1套，完全攻略奖励1000平豪华别墅1套。看到这奖励，我嘴角忍不住微微上扬，这可是100公斤的蔬菜水果啊！虽然我不缺吃的，但在末世里营养均衡可是重中之重。那2人见我笑了，还以为我答应了他们的请求。那个沈良直接狮子大开口：先给我们来10斤猪肉，再来3桶纯净水。我差点没被他俩给气笑。我什么时候答应你了？我的食物就算多到吃不完拿去喂狗，也绝不会给你们这对白眼狼。扔下这句话，我直接推着沈清无回了屋。沈良气得咬牙切齿地盯着我，想动手却又忌惮我旁边那只丧尸。回到房间，我把沈清无拴好，顺手打开了系统面板，结果让我大感意外，沈清无的好感度居然提升了5点。我瞬间回想起前世末日后期那些诞生了智慧的进化型丧尸，难道沈清无也能进化？而且仅仅是为了那么点肉，好感度就加了5点，这可比攻略普通女人容易太多了。想到这，我又掏出几块生肉喂给她，成功把好感度刷到了10点。我本想一鼓作气继续投喂，但看着她那圆滚滚的小肚子，还是就此作罢。把抹布重新塞回他嘴里后，我开始规划接下来的行动。丧尸爆发，1个月之后，可怕的极寒天气就会降临。我只剩下20多天的准备时间。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物资，吃喝是生存的第一要素，其次是御寒衣物和药品，这些倒还好办。但最关键的安全屋，我却一点眉目都没有。这安全屋不但要足够坚固，还得能在极寒中维持稳定温度。想找到一个满足所有条件的现成建筑，简直比登天还难。据我所知，整个滨海市都没有这种地方。但就在这时，我灵光一闪，想起了林婉慈的初吻奖励，连忙在心里呼唤系统：系统，你奖励的房子是现成的，还是能凭空出现？系统回应：所有奖励房屋均为凭空建造，宿主可指定任意建造地点。那要是我对房子有特殊要求呢？比如用钛合金造，还要有秘密出口、仓库和医疗通讯设备这些。系统沉默了几秒，需要宿主提供建筑图纸，另外通讯和医疗设备不在此列，需宿主自行解决。这可把我给高兴坏了，这么说我的钛合金安全屋有戏了。就在这时候，门外突然响起了敲门声，林婉慈正孤零零地站在门口，见半天没人来开门，她心里急得火烧火燎。黑漆漆的走廊两头，谁知道会不会突然窜出只丧尸？就在她快要放弃的时候，门终于打开了，林婉慈脸上刚露出欣喜的神色，可一看到我手里握着的菜刀，心头猛地一紧，赶紧开口解释：你别误会，我身上没带任何武器。我眯起眼睛，上下打量了他一圈。林婉慈也察觉到了我在审视他，要是放在以前，他怕是早就一巴掌扇过来了。可现在毕竟是有求于人，他只能硬挤出一个笑脸。那个，我想跟你借点吃的。我一脸不屑地瞥了他一眼，不借，人家不会让你吃亏的，只要你借我点吃的，我就……但我根本不吃这一套。就什么？不说，我可就关门了。林婉慈听完这话，却纹丝不动。怎么？你就不怕外面突然窜出来一只丧尸？我话音刚落，一声丧尸的嘶吼就从远处传了过来。林婉慈那张俏脸瞬间吓得惨白，她只好硬着头皮进了屋。就在我关门的那一刻，恰好跟斜对面那户的沈良四目相对，他见被我发现了，立刻把头缩了回去。我轻笑一声，关上了门。真是天生的人指神龟，
缩头功夫一流。屋里的沈清无看到林婉辞瞬间变得狂躁起来，林婉辞吓得下意识往后退，惊叫一声拉开了距离。你怎么把丧尸养在家里啊？难道你不害怕吗？我表情淡然，这有什么好怕的？不就是个丧尸吗？这话让她不由自主地拿我和沈良做对比，心想自己老公要是有我一半的胆量，她也不用跑来这里受这份窝囊气了。想到这里，林婉辞叹了口气，说吧，你到底要我做什么才肯把食物给我？几分钟后，她才回到客厅，语气极差地冲我吼道：“你要的我都做了，食物呢？”我慢条斯理地拉开冰箱，故意让他看到里面塞满了新鲜肉食。那一瞬间，林婉辞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，要不要干脆把他打晕？但理智最终还是占据了上风。其实我也一直提防着他的举动，林婉辞最终没动手，倒让我觉得有点遗憾，差一点就能正当防卫了。我拿出大概1斤猪肉，随手扔在他面前，他脸色难看地盯着地上的肉。你就给我这么点儿？已经不少了，我本来只打算给你半斤的。林婉辞哪里知道这1斤肉在末世里有多宝贵，他只记得当初沈良娶她的时候，彩礼就给了38万，房本上还写着他的名字。林婉辞深吸一口气，最后还是弯腰捡起了地上的猪肉，冷着脸走了出去。见他这副模样，我不怒反喜，他越难受，我的报复快感就越强烈。接着我美滋滋地调出系统面板，房子和果蔬都显示待领取状态。虽然100平的房子是小了点，但我有办法解决，只要再找到一个跟林婉辞身份差不多的女人，就能在100平的基础上进行扩建了。现在唯一的麻烦就是安全屋的设计图纸，好在滨海大学里可能有建筑系的幸存者，看来我必须得出门一趟了。第二天一早我就开始着手搜刮物资，首要目标就是对门504。我直接掏出铁丝捅进锁孔，几秒钟就轻松搞定。刚进入房间，就听见卧室里传来一阵咀嚼声。我蹑手蹑脚地推开卧室门，只见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正在啃食床上的一具尸体。真是瘆人啊！我低声嘀咕着，抄起菜刀就朝丧尸挥去。谁知这一下并没有造成多大伤害，反而彻底激怒了他。他转身就张牙舞爪地朝我扑过来，我一脚踹在他胸口上，直接把他踹飞了出去。接着冲上去又补了几下，直到他彻底不再动弹。回过神来，我才发现菜刀已经卷了2个口子，毕竟只是一把菜刀，砍肉还行，砍丧尸骨头就有点力不从心了。看来是时候找件更趁手的武器了。临近中午时分，我终于把5楼的6个房间全部扫荡了一遍，总共解决了3只丧尸，搜到1箱麦芽果汁、7瓶乱七八糟的药片和1桶蛋白粉。虽然收获颇丰，但这把锋利的菜刀也彻底报废了。好在找到了一根棒球棍，挥舞了2下，感觉还挺顺手。另一边，林婉辞和沈良透过猫眼目睹了我砍杀丧尸的全过程。我那副疯狂的样子让他俩直咽口水，暗自庆幸自己之前没作死，不然早就凉透了。直到听见隔壁传来关门声，2人才敢开门出来。他们挨个房间仔细搜寻，希望能捡到我漏掉的食物。可惜我搜得太干净了，2人毛都没找到一根。妈的，那混蛋是蝗虫转世吗？一点能吃的都不留。我好像找到一块牛排，就是上面都长毛了。沈良眼珠一转，老要不你再去跟他要点吃的吧。林婉辞满脸不情愿，我们昨天才吃过，现在还不算饿，要不先别去了吧。现在是不饿，但迟早会饿。难道非要等他把吃的都喂了丧尸，你才肯去要？沈良见他犹豫，立马情真意切地拉着他的手。老婆，我想和你一起活下去，我们一定能等到救援队的。看着丈夫恳求的眼神，林婉辞咬了咬牙，行吧，我去就我去。林婉辞刚一进门就闻到一股诱人的香气，这时我走进厨房，很快端着一个电饭煲出来了，里面是满满一锅炖土豆。我又开了一瓶麦芽果汁，舒舒服服地坐在沙发上吃了起来。林婉辞被这香味馋得直咽口水，但见我没吭声，她也只能干巴巴地站在那里。我吃了2口，才像是突然想起她似的，差点把你给忘了。说着，我起身拿了的盘子，盛了一些肉进去。林婉辞还以为是给她的，就在她满心欢喜地准备伸手去接时，我却直接绕过她走向沙发，扯掉沈清无嘴里的抹布后，她立刻把头埋进盘子里，狼吞虎咽起来。另一边的林婉辞脸色满是尴尬，她干咳一声转移话题：“你今天把5楼都清理了？”“是啊，我准备走了，走之前多搜集点物资。”林婉辞闻言瞬间瞪大了眼睛：“什么？你要走？外面到处都是丧尸，你能去哪儿啊？”我笑了笑，没回答。怎么舍不得我走啊？林婉辞听了这话，满脸怒气：“鬼才舍不得你走，我才巴不得你死在外面呢。”可话虽这么说，她眼里却藏着几分担忧。要是我带着所有吃的走了，她和沈良岂不是得活活饿死？说吧，你来找我到底什么事？我要和你换食物。我忍不住嗤笑一声，早就料到林婉辞会再来，但没想到她脸皮这么厚。转眼4天过去了，我已经把整栋楼都翻了个底朝天。而这几天，沈清无的饭量也是越来越吓人，从一开始半斤肉就饱，到现在2斤半都不够塞牙缝。可她的小腹却一点都看不出鼓胀，要不是好感度一直在往上涨，我真不想再喂她了。也不管她听不听得懂，我自顾自地开始威胁她：“都喂了你6天了。要是还敢动歪心思咬我，就把你扔在这儿自生自灭。”说完，我取下他嘴里的抹布，他并没有像最初那样嘶吼，反而张开嘴等着我投喂。你要是敢咬我，我就不给你吃的，听明白了没？既然你不吭声，那我就当你默认了。我试探着把手伸向沈清无，结果他毫不客气地张嘴就要咬，我立刻大喝一声：“不行！”他被我吼得愣了一下，随即歪着头看着我。我再次小心地把手伸过去，可沈清无还是照咬不误，就这么来回拉扯了10几次。就在我快要放弃的时候，他总算没再下口，而是定定地看着我的脸，似乎想通过我的表情来判断这东西能不能
能吃。我心里一阵狂喜，对着他轻轻摇了摇头。沈清武好像看懂了我的意思，竟然真的没有再摇。兴奋的我又拿出一块肉递过去，并冲他点了点头。这次他直接就开吃了，之后又试了好几次，他都是等我点头之后才肯吃。为了验证他是不是只有被绑着才能克制攻击性，我决定再做个实验。我先解开他身上的绳子，又把一盘肉放在茶几上。沈清武摇摇晃晃地站起来，朝我走过来。他先是看了看桌上的肉，然后又斜着眼看我，接着他抬手指向盘子里的肉。我心中狂喜不已，对他点了点头。沈清武这才拿起盘子大口大口地吃起来。不得不说，这吃相还是那么难看。不过值得高兴的是，沈清武好感度才40，就已经能做到不攻击我了。那要是好感度刷到100，我岂不是就有了一个听话的丧尸小弟？这哪是恋爱系统，分明就是主仆养成系统嘛！与此同时，另一边的沈良这几天一直如坐针毡，他已经知道我快要离开的消息，无论是为了食物还是为了报仇，他都不想让我活着离开。但光靠他自己肯定没戏，毕竟我可是能轻松单挑丧尸的狠角色。于是沈良又开始去打老婆的主意。老婆，咱绝不能让隔壁那小子走，至少不能让他带着食物走。不如你再借一次吃的，趁他睡着开门放我进去，咱俩趁机弄死他。出于愧疚心理，林婉辞对他几乎是有求必应，最终还是点了点头。沈良瞬间兴奋起来，太好了，天一黑咱们就行动，我先去准备一下。望着沈良离去的背影，林婉辞露出一抹苦笑，他连具体计划都没问，看来是心知肚明了。另一边因为打算明天一早就走，我准备早点睡，可刚躺下就听见一阵敲门声，我拉开门，嘴角挂着一丝笑意。这么快就又饿了？林婉辞听了这话，心里暗骂，恨不得一拳砸在我脸上，可他还是忍住了，甚至挤出一个妩媚的表情。可不只是饿了。进来吧。我侧身让开路，就在林婉辞从我身边走过时，我抬手就是一巴掌拍了过去，那果冻般的触感让我由衷赞叹。林婉辞捂着屁股，气冲冲地瞪着我，你必须多给我一块饼干。他这副敢怒不敢言的样子让我忍不住仰天大笑。原来不做人的感觉这么爽吗？我可一点都不同情他，前世他俩怎么对我的，这就是报应。林婉辞低下头，眼底闪烁着熊熊怒火。等过了今晚，看你还笑不笑得出来。几小时后，林婉辞颤颤巍巍地扶着墙出来，从卧室到门口就10几步路，他却走了好几分钟。刚打开房门，沈良就闪身溜了进来。怎么样？他睡着了没？睡着了。太好了，我现在就去结果了他。说完，沈良握紧了手里的水果刀，可他没走几步就看见卧室门口杵着一个人影，这可把沈良吓得魂飞魄散。你不是说他睡着了吗？林婉辞也吓了一大跳，但立马察觉到不对劲。这是那混蛋养的丧尸，他怎么挣脱绳子了？老公，我们怎么办？要不先撤吧。沈良此刻内心天人交战，他虽然也怕丧尸，但更清楚错过今晚就再也没机会了。况且沈清无看起来呆呆傻傻的，这让沈良产生了一种我也行的错觉。不过为了稳妥起见，他还是对林婉辞开口：“老婆，你去吸引他的注意力，我从后面解决他。”林婉辞一听，吓得浑身一颤：“放心，我不会让他伤害你的。”沈良嘴上这么保证，心里却已经做好了随时卖掉老婆的准备。可林婉辞哪里肯干啊？他还没爱到能为沈良去死的地步。这时卧室门口传来我不耐烦的声音：“我说，你们俩到底要商量到什么时候？”听到我的声音，沈良和林婉辞的心脏都快跳出嗓子眼了。你居然没睡着？你们吵成这样，我就是睡着了也得被吵醒啊！看着我脸上那副云淡风轻的笑容，林婉辞顿时面色惨白。老公，让丧尸拖住他，我们快跑啊！你是说他吗？在两人难以置信的目光注视下，我抬手在沈清武脑袋上揉了揉，而他非但没有攻击我，反而乖巧的任我抚摸。这一幕直接把那俩人吓尿了。这怎么可能？你长得不像丧尸就算了，怎么连习性都和别的丧尸完全不一样？沈良突然一把将林婉辞推向我，自己则扭头就往门口跑，可没跑2步就被我追上一棍子放倒。等等，我有话要说，求求你别杀我！可我懒得跟他废话，干脆利落地解决了他。林婉辞看着这一幕，吓得魂都快没了。这都是沈良的主意，是他想害你，跟我没关系，求求你原谅我，我发誓以后一定把你当主人一样伺候。林婉辞心里还抱着一丝侥幸，以为我会舍不得杀他，谁知我冷冷开口：“你不是知道错了，你只是知道自己要死了。”这时沈清无凑了过来，指了指地上的2具尸体。我摇了摇头：“不行，这已经坏了。”第二天一早，我就带着沈清无骑着摩托车离开了公寓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一路上轰隆的引擎声吸引了无数丧尸，不过这些行动迟缓的家伙根本追不上，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我扬长而去。到了滨海大学，为了甩掉身后的丧尸大军，我正准备随便找栋楼躲一躲，忽然听到有人喊我：“这边！”我稍微犹豫了一下，便扔下摩托朝那边跑去。刚才喊话的人见我过来，连忙让开了窗口。我单手撑住窗框，一个帅气的跨栏翻了进去。可沈清无身体僵硬，不会翻窗，只能呆呆地站在窗外。几个热心的男同学想上去搭把手，却被我一把推开。不用，我来就行。说完，我探出上半身，双手夹住沈清无的腋下，没费多少力气就将他抱了进来。这时，一个看起来像富二代的家伙开了口：“你一定是我爸派来救我们的吧？”这男生叫顾成宇，仗着自己是长公子的身份，忽悠别人说他爸会派人来救他们，他也因此成了这群幸存者的头头。我没搭理他伸过来的手。你他妈谁啊？我认识你吗？顾成宇的脸色瞬间难看起来，他这么说就是为了装逼，我一点面子都不给。为了挽回尊严，他开始摆出领导架子。也就是说，你跟我们一样是幸存者了。既然这样，那你就得按我们的规矩来。他身后一个小弟见状，立马凑上来想抢我的背包。我拍开他的手后，退一步：“你想干嘛？”顾成宇一副大义凛然的模样：“为了大家都能活下去，麻烦你交出物资，由我们统一分配。”我冷哼一声：“你们是死是活，跟我有半毛钱关系吗？”一听这话，顾成宇故意提高音量，好让所有人都听见：“要是人人都像你这么自私，我们早就饿死了。我们这么做都是为了最大化的合理利用物资。”我实在听不下去了，直接开口打断他：“你们的死活与我无关，我也不打算跟你们
们抱团，所以物资我绝不会交。顾城宇冷冷一笑，抬手指向窗外。那不好意思了，请你马上离开。而此刻的窗外，之前被我引来的丧尸正争先恐后的扒在窗户上流口水。我当然不会现在就走，何况我来这的目的还没达成呢。这里教室这么多，我住几天自然会离开。对于我这个外来者，学生们更愿意听顾城宇的，于是他们义愤填膺的把我围住。你凭什么跟顾少这么说话？刚才要不是我们救你，你早死了。就是，这里是学校，你一个外人凭什么待在我们的教室？我不禁嗤笑出声。末日里你跟我讲道理。再说了，就算我非要强行留下又如何？就凭你们这些没见过血的温室花岛，也敢跟我这个尸山血海里爬出来的动手吗？就在双方剑拔弩张之际，一个穿着长裙、气质清新的美女走了进来。这里发生什么事了？陆河，这家伙想赖在我们这儿，我们正准备赶他走呢。陆河眉头微微一皱，他想留下就让他留下呗，我们这空教室这么多，何必赶人走呢？你们这不是让他去送死吗？大家都散了吧。学生们犹豫着看向顾城宇，直到他点头，众人才散开。这时陆河的目光越过我，落在了沈清无身上。这位是你妹妹吗？长得真漂亮。算是吧。你好，小妹妹，你叫什么名字呀？而且你的眼睛怎么这么红？他的热情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，我赶紧上前解释。她戴了美瞳，我妹妹有点内向，不爱说话，别介意。对方很轻易就信了我的鬼话，毕竟现在哪有不主动咬人的丧尸？那你们就先住下吧，1到3楼都安全，你们随便选间空教室，不过切记4楼往上都非常危险。很快到了中午，一间贴着仓库字样的教室门前，正排着10几个学生，他们都在等着领今天的口粮，但多数人只领到几块饼干。顾城宇则躲在仓库里偷吃骗来的鸡腿。可就在这时，一股浓郁的肉香味飘了过来，10几号人连队都不排了，全都循着香味望去。闻着这股香味，一个个都朝着楼下冲了过去。此刻2楼的一间教室里，我正生火做着饭，那帮人看的眼睛都红了。顾城宇更是直接走了进来。朋友，能用我们的吃的换点你的食物吗？我理都没理，就你们那点发霉的破烂玩意儿，不仅难吃还填不饱肚子。顾城宇还想说点什么，我却懒得搭理，端着一碗肉就走了出去。想吃吗？众人连忙点头，我这才清了清嗓子。你们这里有谁是学建筑的？我这话一出，现场瞬间鸦雀无声。过了好半天，才有人弱弱的开口：学建筑的在另一栋楼，估计早就全变丧尸了。听到这话，我大失所望。这趟来主要就是想找个能设计安全屋图纸的人，现在看来是白跑一趟。但就在这时，人群里传来一道细微的声音：我是建筑专业的。众人循声望去，只见说话的是个梳着麻花辫、戴着黑框眼镜、看起来怯生生的女生。被这么多人盯着，那女生明显有点紧张。我狐疑地打量着她，这畏畏缩缩的样子，很难不让人怀疑是来骗吃骗喝的。似乎是从我眼神里看出了轻视。麻花辫女孩鼓起勇气：我叫阮圆圆，是我们专业的年级第1，你要是不信，可以去问问其他同学。我相信你，不过你会画图纸吗？她猛地抬起头，满脸意外地看着我。我当然不是凭空信她，而是因为我眼前的系统面板。姓名阮圆圆，身份建筑学专业学生，好感度0，牵手奖励太阳能发电设备、污水净化装置2选1，初吻奖励监控系统1套，完全攻略奖励自动炮塔4个，外加100发专用弹药。好家伙，这奖励一个比一个顶啊！要是能全部拿到手，安全屋的提升简直是天翻地覆。听到我的问题，阮圆圆小鸡啄米似的点头。我会。那你会不会画一些比较特殊的建筑设计图？阮圆圆小小的脑袋里顿时冒出大大的问号。不过为了吃的，她还是答应了下来。好，我雇你了，报酬每天1碗肉1碗菜。阮圆圆本以为有点肉就不错了，没想到还有蔬菜，立刻开心的接下了这份工作。有人欢喜有人愁，顾城宇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便带着小弟灰溜溜的走了。来到楼梯口，一个叫陆野的小弟左右扫了一眼，确定没人跟上才开口：杜少，那小子太嚣张了，要不咱们弄死他吧？顾城宇沉思了片刻，不行，白天他对付丧尸的身手你也看到了，我们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此刻的顾城宇比谁都想收拾我，可惜实力不允许。小弟陆野还想再说点什么，但顾城宇已经甩手走了。陆野望着他的背影，冷哼一声：你自个儿大鱼大肉，当然看不上他的吃的，老子可还饿着。不行，必须想办法把他的物资搞到手。另一边，阮圆圆吃完饭意犹未尽的舔了舔嘴角，我见状便问：要不要再来点？阮圆圆摇了摇头：不用了，我已经吃完今天的报酬了，要是透支了明天呢？明天就得饿肚子了。这话听得我微微一愣，那就开工吧。阮圆圆答应一声，立刻进入了工作状态。她打开随身背包，取出一台笔记本电脑。说说你的要求吧。我想要一张安全屋的图纸，占地100平，强度一定要高，还要有仓库、逃生通道、休息区和洗澡间。100平米的话，对安全屋来说还是太小了，因为还得留出种植区和养殖区吧。我有些意外地看了她一眼，这姑娘想的比我还周到。没错，所以你还得留出扩建的空间。我明白了，我现在就开工。听到这话，我兴奋地问她：多久能画好？大概要好几天吧，后续如果要修改，还得2-3天。我顿时眉头紧锁，按前世的记忆，1个多星期后就会有寒潮来袭，要是在那之前没搬进安全屋，就得在这漏风的教学楼里活活冻死。我需要你在7天之内画出图纸，有信心吗？阮圆圆先是有些犹豫，但很快眼神就变得坚定起来。没问题，7天就7天。我带着沈清无上了楼顶，想找个适合建安全屋的地方。很快我就发现学校后山有块空地，前面有教学楼挡着，后面又靠着大山，要是不进学校根本很难发现，而且这里的丧尸数量也不多。我拎起棒球棍就准备过去清场。从1楼翻窗出去，我扫了眼周围，附近有4只丧尸在晃悠，就算我小心翼翼地敲死1只，还是惊动了另外3只。冲在最前头的是个穿着 T 恤的家伙，看样子生前是个体育生，跟那些慢吞吞的丧尸不一样。这体育生丧尸跑得飞快，他眨眼就冲到了我
我面前，我不慌不忙，一个闪身躲开，顺势一棍子敲了上去。不愧是体育生，这丧尸挨了一下居然还能动，我立刻又补了一棍子。这时第3只丧尸也扑到跟前，我一个扫堂腿将他放倒，接着又是2棍子结果了他。这时最后一只丧尸也扑了上来，我来不及爬起来就被扑倒在地。那丧尸张开血盆大口就咬住了我的棒球棍，一上一下地使劲嚼着。我暗骂一声，想把身上的丧尸甩开，可试了好几次都失败了。就在我憋足了劲准备再试一次时，一只纤细的小手突然抓住丧尸的脖子，一把将他甩飞了出去。我诧异的扭过头去，发现那小手的主人居然是沈清武。这时被甩飞的丧尸又嘶吼着冲了过来，我还没来得及起身，沈清武瞬间掐住丧尸的脖子用力一扭，只听咔嚓一声，那丧尸便脑袋一歪倒在了地上。卧槽，没想到看起来柔柔弱弱的沈清武力气竟然这么大，看来我猜的没错，他果然进化了。当初看着沈清武的皮肤从灰白慢慢变粉嫩时，我就有了猜想，现在总算得到了证实。我打开系统面板一看，发现沈清武的好感度已经涨到了50，这可比女人好哄太多了，不需要什么名牌包包和化妆品，只要给点吃的就行，甚至还能保护我。被我盯着的沈清武脸上毫无波澜，好像刚才动手的不是他一样。歇了一会儿，我便继续清理丧尸。沈清武只有在我遇到生命危险时才会出手，其他时候都在旁边默默看戏。看来想指挥他干活，还得继续提升好感度才行。一直忙到天色渐晚，我才动身返回教学楼。来到男厕所，我正准备脱衣服洗掉身上的血迹，却发现沈清武也跟了进来，当着一个女人的面洗澡，这还真是头一回。虽然感觉有些不自然，但想想他终究只是一具丧尸罢了。很快洗完澡的我正准备换上干净衣服，却突然看向了沈清武。虽然不知道丧尸会不会流汗，但刚才的战斗让他身上也沾满了血，于是我决定也帮他洗洗。此刻沈清武目光直勾勾地盯着我，尽管我知道他脑子里没有男女之分，但我的脸还是不争气的红了。我咬咬牙，快速解开了他的衣服，那白皙如玉的肌肤差点闪瞎我的狗眼，光是看着就让我有点血脉清张。我赶紧在心里默念他是丧尸，这才稍微冷静下来，连忙快速地帮他清洗。1分钟后洗漱完毕，我抬起头和沈清武对视。好了，这下你应该会舒服点了吧？可他却直勾勾地盯着我的眼睛。和以往不同的是，沈清武的眼神里似乎有了情感波动，也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。于是我好奇地凑近了，想仔细看看。下一秒，沈清武的身体突然靠了过来，我完全没料到他会偷袭，压根来不及躲闪。可预想中疯狂的撕咬并未发生，一股柔软又带着点甜味的触感从嘴唇上传来，我眼中满是错愕。直到系统的提示音响起，才让我回过神。恭喜宿主获得初吻奖励丧尸病毒疫苗，使用后可免疫丧尸病毒感染。再看看系统面板上沈清武的好感度，我又惊了，没想到只是简简单单洗了个澡，好感度就飙到了60，直接到了喜欢的阶段。我关掉系统面板，对着沈清武问道：“你现在有感情了吗？”沈清武歪了歪头，样子有些呆萌，显然理解不了这么复杂的词。于是我换了个简单点的问题：“你能听懂我说话吗？”这次他点了点头，我又试着问了几个问题，但一遇到稍微复杂点的，沈清武就会陷入呆滞。这么看来，想让沈清武单独行动还是不太现实。但随着好感度提升，说不定他真能恢复人类情感，到时候肯定能理解更复杂的指令。不过眼下还是先从这厕所里出去再说。回到教室，我向阮圆圆打听了一下，得知微型消防站就在行政楼大门旁边，但想过去的话，就必须绕开操场上那群丧尸才行。我默默把这些信息记在心里，随后就让阮圆圆回去休息了。很快教室里就只剩下我和沈清武。我将丧尸病毒疫苗取出来，直接扎进手臂，把一整管药剂都推进去。这下丧尸对我的威胁就更小。此时教学楼的3楼，2个人影鬼鬼祟祟地走向楼梯，其中一人面露担忧：“你这么干真的不会有事吗？”另一个人不屑地开口：“能有啥事儿？他再能打，也就2个人，其中一个还是小姑娘。铁柱，你不会连个女孩都怕吧？”这人正是陆野。很快2人一前一后摸到了我所在的教室，发现教室前后门都从里面反锁了，但这可拦不住逃课。经验丰富的陆野，他扒着窗户鼓捣了一下就给推开了，接着一个翻身就跳了进去。铁柱没陆野那么利索，先是一只脚跨过窗户骑在上面，可正准备把另一只脚也弄过来时，他却注意到教室里那道矮小的身影，直挺挺地爬了起来，吓得他紧张地结巴道：“陆野，有人！”陆野瞬间警惕起来，可惜为时已晚，他只感到胸口一凉，一只纤细的手臂已然穿胸而过。铁柱当场吓破了胆，转身就想跑，可同样也被一只手洞穿了胸膛。沈清武看着手上沾满的鲜血，脑中忽然涌起一股饥饿感，那股冲动驱使着他想去舔舐这些血液，最终他还是控制住了自己。第二天我睡醒时就见冷清激动地向我展示他手上的血，我目光一凝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沈清武又看向窗边，我顺着他的目光望去，只见一人倒在地上，一人靠着窗户，胸口都破了的大洞，尸体旁边还吊着一根双节棍。看到这我瞬间就明白了，可沈清武这时却抓着我的手晃来晃去，我一下就懂了他的意思，于是我便带着他去了趟厕所，洗干净手上的血。回到教室，我刚把2具尸体从窗户扔出去，阮圆圆就抱着笔记本电脑过来了，她跟我点头示意了一下，就走到桌前开始工作。又过了一会，顾成宇那张令人作呕的脸就出现在了教室门口。陆野呢？你把他怎么了？我一脸淡然地看着他。陆野是谁？少跟我装蒜，就是那个染了一头绿毛的家伙。我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昨晚那俩货有一个叫陆野，不过我还是装作什么都不知道。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我也不认识什么陆野。你觉得我会信？他早不失踪晚不失踪，偏偏你一来就失踪了，不是你干的还能是谁？你在这狗叫什么？有人失踪了就自己去找，别在我这瞎嚷嚷。我们俩争吵的声音引来了不少学生围观，其中也包括陆河。他疑惑地问：“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”顾成宇的语气这才缓和了些。陆野和铁柱不见了。陆河想了想，会不会是出去找物资了？不可能，没有我的命令，
他们是不会擅自离开的。我趁机插嘴道：“你就那么肯定他们会听你的？说不定早就看你不爽了，趁你睡着跑路了也说不一定。”顾城宇气得眼睛都红了，恨不得当场就动手，可惜他打不过我。陆河想缓和一下这火药味十足的气氛，也许他们俩真有事出去了，晚点就会回来的，再耐心等等。我就信陆河一次，要是天黑前他们还不回来，我一定找你讨个说法。丢下这句狠话，顾城宇就冷着脸走了。路过仓库时，看管仓库的眼镜男向他报告：“顾少，仓库里的吃的快见底了，那就派人去找啊。”“好的，我这就去安排。”眼镜男刚要走，却被顾城宇叫住了：“等等。”我重新给你个名单，按上面的去安排。而那名单上写的全都是些不太服从他指挥的人，这种人留在营地里就是个刺头，还不如安排出去找物资。要是死在外面，正好还能省点口粮，简直一举两得。想到这，顾城宇的嘴角逐渐裂开。一个愉悦的弧度，照这样下去，用不了几天，这里就只剩下对我唯命是从的人了。到时候他就能好好教训那个让自己丢尽脸面的家伙。突然，不远处传来一道柔媚入骨的声音。杜少，原来你在这儿啊，让人家好找。顾城宇抬眼望去，只见打扮的花枝招展的江微微正朝他走来。你怎么来了？陆河呢？怎么没跟你一块儿？有个同学发烧了，他正在帮忙照顾呢。顾城宇一听，脸上露出猥琐的笑容。既然陆河暂时脱不开身，那岂不是正好可以趁机泄火？这么一想，顾城宇看江微微的眼神都变得变态起来。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江微微咬了咬嘴唇。没事就不能找你了吗？当然可以了，正好我也想你了。江微微眼中闪过一抹羞涩。哎呀，讨厌，说的人家都不好意思了。看到这副模样，顾城宇只觉得小腹一热，一股邪火猛地窜了上来。他急不可耐的就想去搂江微微的腰，却被对方给躲开了。顾少，你就不怕被别人看到吗？人家会害羞的。顾城宇闻言哈哈大笑。这样吧，我刚好要去仓库清点物资，你不如跟我一起来。江微微连连点头，好呀好呀。两人一前一后进了仓库，落在后面的顾城宇顺手把门一锁，又迫不及待的想去亲江微微，结果又被他一个闪身躲开了。顾城宇急得抓耳挠腮，又怎么了？江微微先是扫了眼仓库里的物资，然后若无其事的开口：“顾少，食物看起来不多了呀。”顾城宇敷衍的回答：“足够撑到我爸的人来了。”他一边说一边开始脱衣服。别废话了，快点吧，晚点被人发现就不好了。江微微呵呵一笑：“顾少，你爸真能抽出手来救你吗？”顾城宇猛地一愣：“你什么意思？”江微微却话锋一转，捂着嘴轻笑：“我就随便猜猜，你别太紧张嘛。对了，我突然想起来，陆河喊我帮忙呢。拜拜了，顾少。”江微微说完就走了出去，只留下顾城宇一个人尴尬的处在原地，活像的小丑。另一边，我正在清理丧尸，却突然听到远处传来救命声。我拎着棒球棍朝那边望去，只见一栋大楼的窗边有个女人正对着我大喊大叫，这让我忍不住吐槽：这女人是找死吧？在末世大声呼救可是相当危险的行为。我知道她想引起我的注意，但我压根没打算去救她。不过这女人的喊声却阴差阳错的帮了我一把。空地上的丧尸听到动静，都慢吞吞的朝声音传来的方向挪去。我对着沈清吴说道：“走吧，今天可以提前下班了。”可这却急坏了楼里的女人。他们这是要去哪儿？难道没听见我的呼救吗？眼看围过来的丧尸越来越多，她只好闭上了嘴，低声的哭了起来。回到教室，我向阮圆圆问道：“你刚才听见一个女人在喊吗？”阮圆圆点点头：“听见了，好像是温老师。”温老师你认识？他是我们学校的校医。我略作思索：“你想让我去救他？”我的问题让阮圆圆握着鼠标的手顿了一下。我只是觉得他可能对你有用。对了，那栋楼就是行政楼。我知道了。说完我就带着沈清吴去洗澡了。时间又过去了2天，学生幸存者的数量又减少了。我刚来的时候，幸存的学生大概有50多人，现在估计只剩下30几个。同时一种恐慌的情绪开始蔓延开来。这天我指着沈清吴对阮圆圆说：“帮我看着点他，我要去趟行政楼。”带着他不方便，而我之所以拖了2天才去救人，就是为了让那个叫温宁的女人彻底绝望，这样我再去救她，她才会对我感恩戴德。半小时后，我抵达了此行的目的地，但这里却晃荡着10几头丧尸，想靠偷袭把他们全干掉是不可能的，必须速战速决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猛地冲向微型消防站，丧尸们立刻发现了我，怒吼着朝我围了过来。见状，我奋力向前狂奔，赶在丧尸包围我之前冲进了微型消防站，2个对讲机、1柄消防斧、1根逃生绳，我统统打包带走。就在我专心搜刮物资时，没想到丧尸竟然已经离我只有3米，还好我反应够快，赶忙钻进了行政楼3楼的厕所里。温宁的意识已经有些模糊了，迷迷糊糊间，他隐约听到一声房门被撞开的巨响，接着一个男声传来：“死了吗？可惜来晚了。”温宁猛地睁开双眼，用尽全身力气喊道：“我还活着，求求你救救我！”我扔给他一根棒球棍：“还能动吗？想活命就拿好武器。”温宁咬了咬牙，扶着墙站了起来：“我可以。”我带着温宁走出房间，就看到一头丧尸晃了上来。我上前几步，一斧头劈在丧尸脑袋上，就一下那丧尸就不动了。看到这，我不由感叹，还是这斧头好使啊！跟在后面的温宁直接被镇住，这人杀丧尸也太轻松惬意了吧！等我都走到楼梯口了，他才回过神来，急忙跟了上去。楼梯上有不少丧尸，都是跟着我进来的。刚才在外面地形太开阔，我一旦被围，就要同时面对4面8方的攻击。可现在就一条楼梯，同一时间只有一头丧尸
能打到我，我自然是底气十足。再加上居高临下，我能轻松砍到丧尸的脑袋和脖子。短短几分钟，丧尸的尸体就在楼梯上铺了一层。温宁不由得再次看呆了，我的形象在他心里也越发高大和神圣。可就在这时，他的脚踝忽然被抓住，只见脚边是一头脸被咬掉一半的女丧尸。瞬间，温宁被吓得不敢动弹，浑身抖得跟筛糠似的，小眼睛也泪汪汪的。我却站在一旁无动于衷。你不拿棒球棍打他，难道留着过年吗？我的话让温宁小脸不禁一红，他将棒球棍举过头顶，闭着眼猛地用力砸了下去。我一直冷冷地看着这一切，这头漏网之鱼是我故意留的，我就是要用这种最残酷也是最直接的方式来让温宁快速成长起来。我点点头，做得很好。得到我的肯定后，温宁只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喜悦。没过多久，阮圆圆站在窗边，兴奋地喊道：“你们回来啦！”沈清吴站在他旁边，面无表情的脸上看不出半点情绪，但目光却一直追随着远处的我们。周围还有不少被吸引来的学生，其中也包括江微微。她此刻正双眼放光地盯着外面。等我带着温宁到了窗前，阮圆圆刚想开窗，江微微却比她快了一步，推开窗户向我伸出手，可我却直接无视了她，翻窗跳了进来。倒是温宁拉住江微微的手，艰难地爬了进来。温宁站稳后说了句谢谢，江微微的笑容有些僵硬。不用谢，宁老师欢迎你加入我们。其他学生立刻上前将温宁围住，七嘴八舌地喊了起来。看得出来温宁在学生里还挺受欢迎的。我没理会这群喧闹的人，带着沈清吴就朝楼上走去。等等我！温宁见我离开，直接丢下那群学生，小跑着跟了上来。学生们面面相觑，不明白宁老师怎么丢下他们跑了。此时2楼4个女人同时出现在我的教室门口。阮圆圆推了推眼镜，打量着另外3个人，4个人里只有她出现在这最名正言顺，其他3人都不知道自己来干嘛的。我看着门口的4个女人也愣了一下，不过很快就恢复了正常。掀开锅盖，一股浓郁的香味瞬间飘满了整个教室。4个女人闻到这股香味，都不受控制的咽了口唾沫。我先给自己和沈清吴盛了一碗，接着又盛了一碗递给阮圆圆。阮圆圆一边吃一边用得意的小眼神瞟着其他人。民谣饿了这么多天，完全是靠意志力撑到现在的，所以闻到香味后，她的反应也最夸张，口水都快流成河了，但还是强撑的向我道谢。谢谢你救了我。突然，系统面板出现在我眼前，目标姓名温宁，身份校医，好感度50，牵手奖励医疗箱，医术秘籍，初吻奖励丧尸病毒疫苗，完全攻略奖励医疗室及配套医疗器械。看到这，我满意的勾起嘴角，看来之前不管它是正确的，这不好感度直接飙到50了。我对着温宁问道：“想吃吗？”想，非常想。为我工作，我可以给你和他一样的待遇，1天1碗肉和1碗菜。一旁正美滋滋吃着的阮圆圆听到这话，顿时觉得碗里的肉都不香了，而温宁则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